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3章。那第3章的标题叫做 Graphical Content Programming。因为大家在记那些 Python code 的话，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小麻烦。那如果说有一个视觉化的开发环境给我们的话，那可以让我们开发速度变快，那甚至我们在构思上面的话会比较容易这样。所以这个 IBM 的话，他们在整个的一个环境里头的话，就提供我们这些还不错的一个这个机制这样。那首先呢，我们来看 3.1 我要准备来讲哪一部分呢？就是说来介绍 IBM 的那个 Content Composer。IBM 的那个 Content Composer， 那它的一些基本的环境这样。那它是整个我们要讲的这个视觉化开发工具的一个框架这样。好，那我们就来往下看了。它这个框架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把那个先跑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你用 Google 的那个搜寻引擎可以打到那个 Content Lab， 有没有打到那个 Content Lab， 记得这一个名字已经变成是 IBM 的专有名词。那我搜寻一下就有找到这一个Content Lab。那找到以后你就点进去，那点进去这个上次有讲过说，那各位用什么呢？用你们的这个一些账号去申请，那就得到 IBM 的这个它的 account。那我是用 Google 的那个 account 去申请这样。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上次我有教过各位，就是说我们传统就是说进到那个Content IBM 的这个 Content Lab 里面来，它有个 Lab。那 Lab 上次也教过各位，就是说你们只要用上面的 New 的那个 Qiskit 的 Notebook。就可以启动它的那一个Python 的写法这样。可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它的视觉化开发工具这样。所以这边有个叫 Composer， 点开，我们就点开我们的 Composer， 它就在跑，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视觉化环境。那我们可以不必用那么大，可以把它弄小一点。这个待会我再来逐一跟各位介绍一下。那这个它是视觉化的开发环境。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还蛮不错，待会我会逐一再介绍。它可以有 Qiskit 的那个我们看到的 Python 的 code， 可以来怎么样来programming。那也可以怎么样呢？用一个叫做 OpenQASM，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QAssembly， 因为它这个主要就是说你要去呼叫云端的那个真正的 IBM 的硬体的时候呢，用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写法会更精准这样。好，那我来逐一介绍这整个开发环境它到底长了什么样子。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我在我的投影片上面就把它截录一些环境出来，就是说 IBM 它的那个 Content Composer， 它是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开发工具，它是一个 Graphical Tool，Graphical Tool。那主要它后面的语言就是 QA， 就是说这个记一下 QASM， 那这个 ASM 就是 Assembly 那种感觉这样。因为现在很多同学都已经不再去写那个组合语言。那早期我们在 computer 里头的话，组合语言是必修，这个很多比较底层的东西呢都要靠 assembly 来写这样。好，那等于是说它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design content program。那就是说 encapsulate to IBM 这个 content lab。那前面刚刚我在开机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跟各位讲那个 content lab。那这个content lab 里面的那个它是它就完全是用这个比较偏向 Qiskit， 主要就是用 Python 来写程式这样。那可是很多的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所以因此他就给这样的一个东西，给我们这个什么 Composer 我们看出来。那这个 Composer 就是说提供的一个 a couple of， 就是说它提供什么呢？a couple of就是 operating function to let you drag 这个 drag and drop operation to build a content circuit。 哇，很不错，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拖拉的方式，那选到这个相对应的那个 content gate， 那把它拖拉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还蛮不错的。好，我们就往下看。那这样的话，在这整个版型我们再来看一遍。你看这个整个版型，那它有很多的位置，有很多不同的位置这样。那其实后续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就是会比较清楚。那就是说整个的话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一个环境这样。好，所以按照这一个 IBM 的官网站，他在介绍他的 Composer 的时候，他介绍的非常复杂，他就把它标了10几个区域来逐一介绍。那各位如果说有兴趣
可以去下载他们的那个 Hangout 再来看哈。那因为我在这边跟各位讲解的话，各位比较快融入整个的一个环境里头这样嘿。所以我在这里的话，我就大概我就分作1、2、3、4、5、6、7，我分作7个区域哈。那逐一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样哈。那让各位那个有慢慢的一个基本概念哈，那慢慢来熟悉它这样。那首先呢，我们看先看第一个区域哈。我先来介绍第一个区域因为我把那个放大给各位看了没有？那第一个区域就是 menu bar。menu bar 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操作环境里头的话，它也有一大堆 menu bar， 它一样也有 menu bar 这样，嘿，有没有看到？嘿，它一大堆 menu bar 那这个是上层的 menu bar 那好，那所以这里的 menu bar 的话，它就是说 use this menus 这个 to create a new circuit 这个 management save 这个 circuit and register 那 customize your workspace and more， 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 file 这个 file 这个指令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就是可以设计一个新的 circuit 那也可以打开旧的，像说我在上面乱测试一通，搞了一大堆这个东西残留的东西在上面有没有？那它有一大堆的功能那甚至你可以把它 export 出去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它这边的一个基本的功能这样所以这个非常的简单所以第一个就是menu bar。那第二个 circuit name那像我在录这个带子的时候，我就很偷懒这一块是你可以看到我拉进来给各位看，我就很偷懒，我都没有改名字那你可以很容易进去改名字比如说你就把它说我是测试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改一下，没有比如说我改一下就说好它不让我写好没关系，我可以你可以看，我就把它假如说你是 testing 就随便你就随便写 testing 100这个以后可能我们会按一个 enter 这个就整个名字取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的 file 里头就多出了一个我 file 里头就有一大堆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的100还没有存进去，因为我还没有把它离开这样。那不管就是说整个它在 handle 里头的话，你可以改你自己的名字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circuit name 就是 rename your circuit to 什么这个 appropriate name， 就是说适合你的这一块所以这是第二好。那再来看第三的话就是 running area 就是我来看这一个来看这一块running area，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有一个什么呢这一个我这 circuit 都已经弄好，这个当然这个是太脆了，这是我这个在昨天前天在乱测这样那你可以打开这里来跑，那这个跑当然后面有机会我们再来说就是说它原则上它有很多的主态比如说你可以呼叫它很多的背景不同的那个实验环境这个那甚至就是说你要跑多少次，像说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常常就是前面看到什么跑100次1000次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设成说我要跑怎么样，我要跑这个100次1000次这样那它有各种不同的环境那甚至也可以让你去跑这个利用这个 QA， 就是说空腾的那个 assembly 的话，就是去跑它的云端的那些好像也是真正的硬体吧它目前就是 simulator 可以 simulate 到32个 qubits， 那32个 qubits 很可怕是2的32次方维的那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向量的计算这样所以这个是它这一边做的动作这样好，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后面我们在跑的时候我再来逐一跟各位做说明这样好，这个是第三个running area， 就是说 change the run settings and then you run your circuit on 什么控制 system or simulator， 所以你可以真正去呼叫到它的那个云端的什么云端的这个真正的空腾的那个 IBM 的系统，或者说一个模拟器这样那应该是当你的那个要叫它云端的这一个系统来执行的时候过于庞大的话可能要付钱好，那再来第四个才是真正我们要看的这个蛮重要的精髓它叫做 operations catalog， 就说这个区域是可以让我们怎么样这个 drag and drop， 就是你可以拖移可以去拉它这样比如说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没有我可以随便再拉一个 SGATE 出来，我来拉到这里来，你看到就可以这样你可以看到，那甚至我也可以拉一个什么呢
我可以拉一个那这个是属于三维的你可以拉到三维来拉，有没有？好，你看来拉，这样就可以拉出来所以呢，这当然说整个函数的一个特性，就我们后面会陆陆续续跟各位做说明这样所以这个很多的那个它的那个 category， 那每一个 category 的话，在我们授课的过程里面会逐一在一个一个的慢慢来讲解这样那前面已经看过好多个 gate 出来了所以这个还算蛮 OK 的第四个所以它有点多好，那我今天就大略的讲一下。那第五个的话就是说那我也可以编辑呀。所以你可以看我这个第五个区域有没有？第五个区域，那第五个区域就是很好玩的一个现象来的怎么讲说很好玩的现象出来？就是说，这是我的整个的一个什么一个环境。那这个第五个区域就是它的排版的方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很多 code。那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很明显，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assembly 的 code 没有 assembly 的 code 这样不说错是Python 的 code。好。这个一大早录课程，这个要开始精神专注一点所以，那它现在目前有2个 core， 一个就是走它的组合语言的方式，一个走我们在，所以我现在比较偷懒。当我跑那个 Qiskit 的时候，我就是跑到那个 Colab， 就不要进到它这里面很繁杂的环境里面来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它也可以到这一个Python core 进来这样那到进来以后呢，就会变成这一部分这样。那到底可不可以倒进来？好，那到底可不可以跑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这个当然后面我还要再辟一节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所以原则上就是说，它的编辑区里头它可以放这个就是它的组合语言或者说放怎么样呢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 Python 的 code所以这个它可以在这里编辑。但是这里你发现怎么样？它不准我们编辑 read only 但是这一个 assembly 它是可以编辑的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敲打这样就也就是说你懂语言的话，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敲打这样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一个情境这样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大概了解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后面我们在跑的时候，我们再来努力的那个 working hard 再说了那第六个呢？第六个就是说graphic editor 就是说那这里的话很明显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就是说 graphic 这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区域，他说它这个编辑区的 area allow you to build a circuit 这个 drag gates and other operation onto the horizontal qubit while 就是你在拉线在线你要编织线这样 and make up your 这个空灯register 就是说你用这个线把它上面的那些在主态的那些register 呢，整个把它拉起来这样因为它记忆的在跑的过程所以这个有一大堆我在拉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没有那这个当然就是我刚刚已经拉给你们看的你可以在上面点来点去，那甚至你可以按滑鼠右键可以把它干掉把它干掉这样所以那甚至就是我刚刚讲我再拉一个我就随便拉一个没有随便拉一个这样再随便拉一个这我可以拉一个这样那你甚至你可以点开它那这个当然就是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不小心它好像没有办法 feedback 那没关系，我们就还是继续进行读到底刚刚的里头来所以原则上就是说我刚刚拉的这些动作都是变成非常的这一个非常容易的好，所以这个是第六个graphic 的那个circuit editor。那再往下来看的话那他要去分析有没有？他说这一个我们再看到我们的第7个区域那这个区域的话，这个后面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再来说了再说，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monitor the status of your circuit as you build it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可以观察到，你可以看到我在观察各种变化，看到那他观察的过程里面，他有很多的技巧，后面我再教你因为平常我们在写的时候都还是喜欢直接这边去写，但是有时候用它进来观察还不错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边在跑的这些组态这些组态这样那怎么样去看它的组态？我们后面再来说。它有一个我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 wrong state 它跑掉了好，没关系，我拉到这边来。它这里一个监督的 state 那我就可以跑，你可以看到那它就可以逐步的跑这样就是你可以逐步的去看这个就是说我再来监控它，比如说我就一步一步的跑你可以看到那它下面的组态就会改变这样
就改变这样哈。那待会我们会有一节专门来测试这个组态这样哈，所以还蛮好玩。那把它关掉它就看不到了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检测，好，做一个检测这样嘿。好，所以这一节的话，我是非常的 brief 哈，就是非常的快速的把各位介绍一下这一个 IBM 的这个Composer 啊，它的一个运算过程这样哦。那它当然它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更细的部分哦。到目前为止的话，我玩的觉得还蛮顺的哈。那如果不清楚的话，就可以再详读它的那个 User Menu 哈。那当然最后就是说，很可能我会再send很多的 homework 给各位。那当为了要达到这个 homework 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去善用这整个环境这样哈。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